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孙。如果有一辆机车可以陪伴你18年，从你考上驾照，陪你打工、上学、结婚、创业，再骑小出门，那会是什么样的模样呢？今天有位认识20年的老朋友，在看完我上一支进站翻新影片之后，也委托我翻新。雾峰是台湾民主发源地之一，在区内设有多项文史艺文设施，故有文化小城的美名。在这里住了一位木匠职人，他擅长将木材与乐器结合，雕刻成手工艺品。在创业初期，陪伴他穿梭于各大台中市集的是雅马哈 Super 4 100，又称为进站100。历史感的屏东科大车辆通行证呢？现在这位是委托人黄维伦先生。黄先生早期凭借着工业设计的背景，从快架、砧板到卡林巴母子琴，所有的生产都是一手包办，每一把琴的音准也是亲手校正。工作环境也不忘了放上一家5口的手画像，提醒着他工作之余也要多陪陪家人。车龄20年，在我拥有它的时候，它已经出厂2年，所以我骑它真的骑10马力。它骑起来感觉就是加油门的时候跟没有并电，然后杂音也比较多。然后前一阵子因为化油喷嘴堵塞，然后拿去修理。经常老板是建议我把在车子报废，因为它实在是太久，然后各个零件都有些多换手。它会吸油，所以我有稍微把出油率把它提高一点，让它可以维持就是一直在走，不然很容易在停车的时候就失误。因为现在它已经就是骑短程，它不会用来骑远程，以前会用它来摆摊，所以他有参与过你创业的那一段。创业初期的时候，我们是骑着它到处去各地，应该不知道吧？就是在台中摆市，人家最远曾经骑山路都骑到新社。骑到新社去啊，从台中骑到新社。因为现在那段是上升坡，就对他有点吃，而且又载着满货。哦，载满货。而那时候还没有小朋友，所以是带着老婆，然后骑这台车载着货然后去摆市。读高中的时候，我们都骑它，因为我是读夜校，所以我们都骑它上下学。有个小故事，这个故事就是有一次下大雨，然后我从一个路桥要下来，突然整个车子就打滑。打滑，它是已经是呈现横着在前进，横着哦，就是一般是横，它是整个侧身横着往前进，然后前面已经停了一台车子，然后那时候我想说啊，这下完蛋，而且时速是有点快，然后呢，我想说这下惨应该是非死即伤啊，可是突然就说然后这台车突然就停下来，对，它突然就停下来，就是在一个好像就突然它就不知道为什么，它是已经是横着走，它突然停下来，然后我就觉得说，哦，这台车子它救了我。原汁原味的黄月车 OK， 黄月车原厂车出厂公开。对，了解。骑着它继续的去为了家庭，为了工作，嗡嗡嗡，
就让我把车拖回新竹做一次细部分解吧。
跑车的电线可以使用电子零件清洁剂来洗掉脏污。如果铜片上的脏污难以清洁，可以使用砂纸来磨掉表面的氧化物。接着我依序喷上防锈底漆、色漆与精油。
在车架完工了。接着引擎的部分，透过火星塞来了解一下燃烧的状况。可以看得出，车主为了不要熄火而增加了供油的比例，所以火星塞看起来会偏黑。接着，车主也有反映，他的车很容易熄火，而且冷车发动很困难。听完车主的叙述，我大概已经知道引擎发生了什么问题，不过我还是用缸压表来记录一下。油门全开，持续踩发，直到压力不再增加。这样的量测过程会重复2次。第一次量测结果是6bar。第二次量测结果是接近6bar，依据原厂的规格数据是12，代表说它的引擎有可能是气门在漏气，或者是活塞环有磨损，使得活塞在往复运动的时候无法持续保持压力。这样的情形会持续到热车后，因为热胀冷缩的关系，让它的压力恢复到正常。这一集我先做到这边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